瑞香，你记住，只要承认自己有个哥哥，这件事就成了，千万可别说漏了。知道了。七姐，哎呦，快坐。太太，现在就吃银耳莲子羹吧，我来喂你。瑞香，我先不吃。啊，好，先把它放那儿。过来，坐到我身边来。太太，刚才四姐都跟你说了吧？都说了。那就好了。那你的意思是，愿意呢，还是不愿意呢？愿意。那就太好了。瑞香妹子，桌上有个盒子，你把它拿给我。来，把手伸过来。瑞香，七姐让你把手伸过去呢。这个呀，就算聘礼了。以后啊，选个良辰吉日，咱们就把婚事给办了。瑞香妹子，从今天开始，咱们就是一家人了。妹子这个称呼我不敢当，太太。有啥不敢当的？从现在开始啊，你对我的称呼就要改掉了。我还不知道怎么改呢，太太。你看看，我都让你改称呼了，怎么还叫我太太呀？瑞香，既然七姐让你改，你就改了吧。以后呢，叫大奶奶。大奶奶，太太。这叫什么称呼啊？大奶奶、太太。好妹子，你还不习惯，以后慢慢改吧。许元兄啊，左帅明天下午到上海，鸣放礼炮的事情已经办妥了，一共是8个国家的14艘兵舰沿途鸣放礼炮致敬，而且每艘兵舰连放13响，好极了！哎呀，左大帅是威震上海滩呐！啊，大先生，大上海酒家已经安排妥当了，预定了12桌豪华宴席恭宴左帅。是啊，英法租界的工商部、洋行总裁，还有各国驻上海的总领事、司令官，纷纷要求面见左大帅，一睹东方拿破仑的风采。哎呀，这次让左大人是挣足了面子。是啊。哦，对了，这上海道台方面什么看法呀？哎，说来可气呀，这排单早就出来了，哪天看什么地方，哪天什么人宴请，都定好了，就是不给我们转运局，推说没有。这个日程安排单呀，还是我从报馆的一个朋友那儿得到的。真是岂有此理！哼，明天我就去问问他，看看道台大人到底是什么意思。哎，许元兄啊，你也不必太认真。我听说李鸿章虽然抱兵在家，但是他对上海滩一直是牢牢的控制。还有啊，他通知邵友莲加强跟盛宣怀的沟通，防止左宗棠伸手到上海。我还听说，有人向邵友莲献计，左宗棠途经上海好对付，胡雪岩扎根上海不好惹。要防左宗棠，得先防胡雪岩。他们防我也不是1天2天了。见怪不怪了，如果跟他们一般见识，还显得我小气了。大先生，既然他们不仁，我们就不义。我们转运局的宴会就不请他上海道台，晾晾他，让他在上海滩出出丑。不可以这样做，这类事情怎么能认真呢？他邵大人可以不仁，但是我胡雪岩却不能不义。是啊，雪岩兄，不必太认真，但不可不认真。左宗棠和李鸿章明争暗斗，把我们夹在中间，明枪暗箭不可不防啊，这叫防患于未然。卖报卖报，左大帅光临上海，外国军舰鸣礼炮致意。我来一份。哎，好嘞，给您1份。哎，卖报了卖报，左大帅光临上海，卖报卖报。立即禀报中堂大人，左宗棠今日抵达上海，胡雪岩、谷应春买通洋人，竟令黄浦江外国11艘兵舰礼炮齐鸣，威震全城。外国巡捕夹道欢迎。
鼓乐齐鸣，马队开道，席地而过，俨如天子出巡。藐视朝规，野心勃勃，触犯天条，欺君罔上。南阳行踪诡秘，伺机妄动，不择手段，鲸吞北洋。我已经四面楚歌，大有颠覆之势。恳请中堂大人从速应对。好，就这么说了。李大人绝不能在家安心居丧了。左宗棠明天要去巡视制造局，你是帮办，要引领介绍。他对你是恨之入骨，宣怀啊，你看，你是去还是不去啊？我要是不去的话，那我不落下胆小如鼠的罪名了吗？大人您放心，左宗棠再霸道，我也不相信他敢把我给砍了。不过，你要学乖一点，少收为佳，尽量不要触犯他呀。下官明白。雪岩啊，今天你们两个是给我挣足了面子呀。大人你也累了，早点休息吧。不，多坐一会儿。明天你们二位陪我去一趟李鸿章的江南制造局，看看他们都搞了些什么，还有什么可以改良的地方。大人，那明天早上我们就过来。来，坐。后天，最迟是大后天，我要赶回江宁。大人，这么快就要离开上海？我已经约好了人在江宁等我。克林主不在，未免太失礼了吧？其实我回江宁也是为了上海，我要趁此机会大加整顿，南洋归南洋，北洋归北洋，把李鸿章彻底清除出去。这北洋的手啊，也的确伸得太长，上海的事都要归他来管。大人，北洋在上海无孔不入，要彻底清除，并非易事啊。那就趁李鸿章在家居丧期间彻底清除。大人要清除李鸿章在两江的势力，应当加速进行。你们都看到了吧？海防、陆防争了半天，临到头来是我收复了新疆，还得由我来办海防。海防北洋可管，南洋何尝就管不来啊？再说了，这经费由两江来掏，南洋来管，更是名正言顺。你们不要怕，如果有人敢作对挡道，告诉我，我就把他们通通踢掉。大人，有你给我们撑腰，那我们的腰板可就硬多了。雪岩，那个洋朋友福克在不在上海？在。本来是想回国，听说大人南巡上海，特意留下来的。明天一定来拜见大人。好，趁他回国之际，我们一起商量商量，看看还有没有什么新出的兵器托他操办。大人放心，一点问题都没有。参见左大人。我离开京城就任两江，上头特别交代，让我分外留意。江南造船厂的船坞虽不及福建马尾，但也是大清的第2个造船厂。好了，人尽其用，地尽其用，物尽其用。大人说的是。你们制造局的总办为何不来参见呢？实为不巧，制造局总办出国未归，今日就由盛宣怀帮办引领。你就是盛宣怀？正是下官。听纯亲王说，你的电报局搞得不错呀。左大人过奖。南洋北洋实为一体，应当亲如一家，不分彼此。如果说归属，上海应属南洋，江海关为两江所供给，你们说是不是啊？大人所言，下官自是清楚。上海全靠两江的支持，若无南洋，便无上海。这就对了，我们都是同朝为官，报效朝廷，应无私利之求。同在上海相处，当无私心之见。左大人说的极是，无论是南洋北洋，携手团结，造福社稷。好，有胡大人这句话就行了。我们同心同德，南洋北洋携手团结，造福社稷。现在请左大帅巡视造船厂。好。
我看了半天没看出什么名堂来啊，与马尾船厂相比差距甚远。怎么江南制造局至今还只能够造小火轮呢？回禀大帅，限于机器马力不足，仿造新式快船目前尚无能力。那何时才能够造出啊？大帅，欲求精确，还得找福建船政局，他们那里图纸全备。大帅如果决意要造，我们马上派人去福建。啊，雪岩在。马尾兵船的图纸是不是已经交给他们了？回大人的话，我亲自交给盛大人了。是，您交给我的图与大帅要求的快船图还颇有差距。我早就说过，南洋北洋是一家。以后马尾造船厂的图纸随时奉送给江南制造局。好，一定照大人的吩咐去办。邵大人，下官在。不管南洋北洋，要把心用在事业上，不要用心思放在琢磨他人。我希望你们尽快的造出船来。大帅说的是。雪岩，那个德国人福克来了吗？还没有。大人有什么吩咐，我转告他。你跟福克谈一谈，我要买2500支德国来福枪，装备江南绿营。好，大人，既然您刚才说北洋南洋是一家，那么购枪一事，我看就让江南制造局去办吧。你的为人我知道，义字当先，不抢生意，不为己利，不分彼此。那此事就由江南制造局来操办吧。谢大帅。大人，玄怀啊，今天左宗棠鼻子不是鼻子，脸不是脸的，把我等数落了一遍。他对底下人是极为不公，多有贬斥啊，大有南洋想取代北洋之势。不过胡雪岩倒是大度，他把购买2500支来福枪的生意拱手让了出来啊。那不过是他的英明，他妄图让出一点小利，就想来拉拢我们。这么点蝇头小利就想拉拢我们，他也太小看人了。哼！雪岩啊，你呀，2500支来福枪，一句话就让给了江南制造局。盛宣怀办事，我不放心。购买枪支总是有利可得，但是为了这点区区小事伤了和气，那太不值了。走吧，欲有所取，先有所予嘛。雪岩，令堂的寿宴何时举办的？回大人的话是9月初8。正是秋高气爽时节，到时候给令堂拜寿。对了，我还要报奏朝廷，请太后题词赐匾。大人，这可以吗？令堂是诰命正一品夫人，赐匾理所应当，这不用你费心，我来办。大人，我代家母谢谢您了。盛宣怀先生，我在你们这里多年，了解你们的官场，是谁有靠山，谁就有办法获取利益。我和胡雪岩先生合作多年，建立了密切的关系。当我知道他把购买来福枪的生意让给你时，我还以为他已经失去了左大帅的宠信。昨天我见到了左大帅，才知道他依然非常得宠。他是出于对江南制造局的尊重，才把这笔生意让给你们的。哦，是这样吗？是这样的，胡先生是非常真诚的。你看了合约还满意吗？我对来福枪的价格跟质量保证、交货日期我没有意见。对佣金这部分，您只给1个折扣。福克先生，您把我当外人了吧？不，这个生意是左大帅当面交代的，我是根据成本开的价，所以只能给你1个折扣。福克先生，我要跟你说一声抱歉了，你给的这个数目我无法向上海道台大人交代。再说你跟胡雪岩做生意，难道你也给他1个折扣吗？是的，跟胡先生谈什么都好说，他给左大帅做事，胡先生是1个折扣都不要的。呵，那这么说，福克先生是特别给我们照应了。是的，盛先生，你想多要几个折扣可以呀，按照你们的话来说，可以戴帽子。你是不是可以开票据？可以，不过我已经把价格表开出去了。你开给谁了？我开给胡先生。
福克先生，我们可是第一次合作，希望我们彼此要坦诚相待。根据以往的惯例，你应该给我们2个折扣。对的，我也正式的告诉盛先生，这笔生意是胡先生让给你们的，所以我们要留给他1个折扣。福克先生，很抱歉，这个草约我不签了。盛先生，这是为什么？我发现你们事先已经设计好了一个圈套。盛先生，你说的什么意思？我一点也不明白。圈套。盛先生，这根本是一个圈套。胡雪岩把我们当猴耍，他和福克暗中勾结，预留折扣已经占去了1大半。他现在还充当大善人，克己礼让。这胡雪岩也太不像话了。大人，我真担心啊！上有左宗棠与我们李大人作对，下有胡雪岩跟我们大耍花样，我们江南制造局还会有活路吗？我看早晚会被他们吃掉。先这么办，立即以公事呈报给左宗棠，就说福克所价太高，合约无法签订。鉴于福克过去曾经承办过西征军火，也只有胡雪岩能使他就范。福克致送回扣1成，我江南制造局一向是廉洁奉公，绝不敢收受贿赂啊。对，我们绝对不能轻易放过胡雪岩。哎，宣怀啊，你要咬牙忍一忍，找到机会，到时候老账新账和他一起算嘛。宣怀啊，记住了吧？大人，快传急信。下去吧。是。宣怀啊，真是喜从天降啊！李大人就要来上海了。好，太好了！我们一定要借助李大人的虎威，好好的将胡雪岩打几个闷棍，把他打趴下去，让他永远爬不起来。好。参见中堂大人。大人，前些时左宗棠来到上海，对我江南制造局视如眼中钉。他动用权力打拉结合，软硬兼施，欺逼侮辱，对大人更是肆意攻击，竭力贬斥，不公至于极。我们个个是敢怒不敢言，早就盼望大人您能回来替我们做主。是啊，他不仅是对你们，更是对我李某、对北洋发难。左宗棠在朝堂上当着太后的面对我都不留情面，更何况你们。不用多说了，宣怀，从今日开始，你官复原职，为江南制造局总办。谢大人。大人，左宗棠自恃西征有功，目空一切，根本不把中堂大人放在眼里。他是借整顿水师为名，行夺北洋之实，让大人事事不能由心，处处不能专权呐。这个左宗棠，我们也不必耿耿于怀，他是看我北洋日益发展，眼红罢了。岂止是眼红，根本就是恨之入骨。中堂大人，请容下官进言，左宗棠这些年与大人是水火不容，这根钉子，我们是该拔除了。是啊，是啊，不要异想天开。左宗棠这根钉子是拔不掉、搬不动的，跟我一样，也是搬不动、拔不掉的。对他，只能够釜底抽薪。釜底抽薪？对，只能这样。你们想想，他左宗棠何以功高盖世啊？他靠的是谁？他靠的是心腹胡雪岩。对，没有胡雪岩，他寸步难行，早成了败军之帅了。不过，你们可不要小看了胡雪岩。大人洞察秋毫，一语言中，我们要尽快剪除他的羽翼，让左宗棠成为无根之物、无源之水。对，必须剪除胡雪岩。不要着急，对胡雪岩，我们还是要先礼后兵。我要先见见这个胡雪岩。小野叔，你看这样行不行啊？
家母9月初8受属70开1，即日在杭州宅地结尊台商，敬请光临胡雪岩恭候。好极了！各大报都登，告知天下。同时啊，给军政要员发上烫金的帖子，让他们都来。好。小爷叔，这登报发帖子，兴师动众的，场面可闹大了。场面就是要大。这如果场面不大，他们还真以为我胡雪岩是日薄西山，真的就不行了，就得要大。小爷叔的主意好是好，只不过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呢。嘿，那也不一定啊，来宾也会送礼金贺金的嘛。你就别指望了。你别忘了，我们的小爷叔可是胡大财神，给胡大财神送礼可就难了。你如果送180万的吧，他根本不放在眼里，他也不在乎。要送多了呢，人家又送不起。所以我估计人家一定会送一些什么挂匾、寿章之类的东西。这赔本的买卖我也得做。你想想看，老太太做寿的时候，如果这西太后能够赐我一块大匾来，那得值多少钱？多少钱能买得到？这样一想，你说合算还是不合算呢？听小爷叔这么一说，还是挺合算的。只不过呢，我不能给老太太叩头拜寿了。大先生，啊，什么事？李中堂派人送来一封信。李中堂，李中堂约我去见一面，说什么事儿了吗？没有啊。这李中堂找我会有什么事啊？请，雪岩，我要谢谢你啊！家母不幸辞世，你特制宴信，还赠送了1000两银子奠仪，丧礼太重，我于心不安，但又不便退回，于是就捐给慈善堂。大人，千万不必介意。是这样，家母很快就要过生日了，我特意恳请大人务必光临寒舍。哎呀，令次大人华诞，我本应登门拜贺，只是居家待丧期间不便外行啊，所以只能恭贺寿账，聊表寸心了。啊，好，大人，我就不勉强了。雪岩，你是左帅的心腹红人呐。当年你给左大帅运粮万担，左帅创建马尾船厂，你奔波采运；左帅收复西北，你借洋债忙转运送医药，世人是有目共睹，莫不交口称赞呐。你为大清为左帅，那是立下了汗马功劳啊！大人，这话有点严重了。雪岩不过是为了朝廷尽微薄之力，如果大人有什么吩咐，雪岩一定会竭尽全力的。好，那我现在就请你办一件事情。大人，您就吩咐吧。英国人的海洋电报线希望由吴淞口接一条陆路到上海，我同意了。可左帅坚决不许啊！洋商吉伯特通过公使陆金，希望能够减轻丝绢，我表示可以商榷，左帅又是反对不允呐。特别是近来南方边境地区吃紧，我跟他们派来的使节正在谈和，这左帅却鼓吹要武力干预，明的暗的往边境地区运送军火，绝不妥协。雪岩，有些事情你不太清楚，这北洋和南洋是两股道上跑的车，怎么能行？中堂大人，雪岩乃一介商人，这样介入你和左大人之间的军政大事，实为不妥呀。不，我知道，左帅对你的话，虽非是言听计从，但是他是须臾离不开你胡雪岩呐。我的话，左大人是概不接受，可以不听；可是你的话，左大人恐怕不得不听。中堂大人，实在是严重了。以雪岩的身份，恐怕实难介入。不必过谦了，雪岩，你在左大人面前说说我的苦衷就行了。如今强敌压境，硬打打不过人家，只能自己吃亏呀。还是腾出精力放在洋务上，所以请你劝劝左大帅，不要意气用事了。好吧，
中堂大人，如果有机会，我一定把话带到。我想左大人会理解您的一番苦心。那就仰仗了。大人，既然提到了外交，有一件事，请您务必帮忙。啊，什么事？就是汇丰银行的那笔贷款，转眼就要到期了，请大人务必关照邵道台，请他按期拨款。着急吗？很急，因为现在上海市面的现银很紧，但是我们贷款的信誉一定要保证，所以，小事一桩，国家大事不分彼此，我让友莲尽快去办就是了。那就太谢谢大人了。大先生，上海道台邵友莲来信了，说各省应届协饷已经收到了47万，尚缺3万，奉李中堂之命在先垫付，让我们派人去办理提款手续。不错，这李大人还真是有言必行啊。大先生，还款在月底，这几天拆息很高，这笔50万元的钱款可以用好几天，我们可以小赚一笔外快呀。不行，庆生，可千万不能贪图小利，马上办个转账手续，把这笔款子直接打入汇丰银行。大先生，这不是显得我们太傻了吗？放着现成的利息不吃，白白的送给了汇丰。庆生，你想想看，这世界上有白给的好事吗？没有。我就是要让他们看看，我胡雪岩做事光明磊落，不是贪图小利之人。去办吧。既然大先生交代，我遵命照办就是了。富康进进出出的业务，你心中该有个数吧？哦，几笔大业务，心中大致有数。胡老板为左宗棠借洋债、买军火，从中赚了不少钱吧？不，这件事我不太清楚，只有胡老板和刘庆生知道，而且胡老板再三的警告，店里所有的人都不能打听他的私事，更不能对外人说。哎，福年兄，你把我当外人了吧？那哪会呢？兄弟啊，在人家手底下做事，难呐。福年兄，识时务者为俊杰。左宗棠虽任两江总督，但是你也不要忘了，上海是咱们李中堂的天下。再说左宗棠已年近古稀，也威风不了几年了。福年兄，你不是糊涂人，是非道理你心中自该明白。你们胡老板借洋债买军火，从中巧取豪夺，中饱私囊，朝廷已经收到不少奏折了。再说，也已引起了恭亲王和太后的注意。一旦朝廷找出罪证后，我看你福年兄也难逃干系呀。翠翠也是这么跟我说的。哦，福年兄，我们都是多年的老朋友了。道台大人和我看你是个人才，所以才不忍心看你坠入深渊，置之不理，想伸手拉你一把。你呢，要多为自己打算。多谢玄怀兄关照。胡老板是一个暴发户，我看他的资产超过2000万两了吧？差不多。不过公允而言，有些是合法所得的，有些就不是了。哦，你说胡老板有王法所得？这话怎么说？好像是光绪4年的一笔350万两商银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当时朝廷是不准借洋债的，后来以办洋务的名义去借的洋债。当年和汇丰银行谈的月利息是不到1分，可是上报朝廷的却是1分2厘5。哼，欺君之罪啊！1分他就吃2厘5，350万两，6年他吞了多少钱？哼，福年兄，你仔细的想一想，马上给我写出来。不，我们不过是随便聊聊，怎么能写下来呢？哎，福年兄，你立了大功了。说与写是不同的，这是你的润笔费。来，李先生，来，
请。Thank you，尊敬的胡先生，我今天特来贵处，要跟你谈一笔生意啊。你能够亲自到我的钱庄来看看啊，蓬荜生辉呀！请坐。Thank you。胡先生的信誉在我心中是一座丰碑，还款的期限未到，竟然提前还贷，实在令我感动啊！我想到刚刚收到的50万现银需要消化，请问胡先生可否有意借用？哎呀，现在市面上的银根很紧，其实你们可以借给任何人的，为什么要指定在我富康钱庄呢？市面上的现银是很紧，局势不好，汇丰对客户自然要挑一挑。讲到信用，胡先生是金字招牌。那么胡先生，请你挑挑我吧。不敢不敢。哎呀，这汇丰银行向来是挑别人，有哪个敢挑汇丰银行的？你胡先生就可以。除了你，汇丰的款子不敢放给别人，所以只有你能挑我。既然这样，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先说说我怎么个挑法呀？无非在利息上头，让我稍稍戴顶帽子。这50万你都用了，好不好？哎呦，别！你怕风险，我也怕风险。京城有位秦王，有20万银子，说什么都要存在我这里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呢。哎，小爷叔啊，昨天京城来电报了，你没看到啊？没有啊。那电报上怎么说？王爷那20万两银子，一半在京城，一半在天津，都已经存进去了。庆生没告诉你啊？这个庆生啊，生意太忙了，还没告诉我。曼林先生，既然这收司的时间都过去了，看来你的钱也就用不上了。胡先生，以你的实力，手里多个几十万银子也不算什么。富康有银子，不怕放不出去。请你再想想看，吃进这笔银子只有好处没有坏处，不是这样吗？既然是这样，那就说说看，利息是多少啊？利息一个整数，不过我报只报85。胡先生，这算公道吧？月息呀，还是年息呀？自然是月息。月息1厘，这年息就是1/2，这个价钱一点都不公道。No。胡先生，你不能拿从前来比，平心而论，这笔借款实在不能说不划算。要么请胡先生说个价。年息1分，半年1付，如何啊 ？OK。好，太好了，宣怀呀，这次立大功的不是祝福年，而是你宣怀。立即向李中堂大人禀报，证据确凿，看胡雪岩如何藏身，让他无处藏身，非整死他不可。哼！这做生意啊，要看机会。要我说啊，现在市面不好，这也是个机会。大家都在急于脱货求现，你们说说看，我们这笔款子该怎么用啊？大先生，局势不好，我看还是拆息最好。放利吃息这点免谈。我开钱庄本来就不喜欢赚同行的钱啊！你们看，我们钱庄就好比这杯水，已经满了。如果我们再给它加一些水进去，它就会溢出来。这个盘子就好比是干枯的土地，溢出来的水呢，就肥了这一块土地。这是4两拨千斤的道理。你这满杯茶不止1杯，你要哪一杯发挥作用啊？你说呢？丝，不错。现在外面囤积的丝很多啊，洋庄呢又不景气，洋人收丝出价本来就不高，再不脱手，积压的现银太多，没有再投入资金的道理。永川啊，这洋人不出价，是他们打错了算盘。他们是想低价买丝，而且现在市面上确实还有货，所以他们不急嘛。啊，你们说我急不急呀？
我不知道大先生急不急，可我这心里啊是很着急啊。我何尝不急呀？但是越急越容易坏事。我是这么想的，现在我们趁着市面上丝的价钱低，我们就想尽一切办法把它全部收购了，让洋人在市面上买不到丝。到那时候，他们自然就会来找我们。可是万一大家都僵在这儿了呢？一个价钱不好不卖，一个价钱太贵了不买。哎，到那时候，小爷说，吃亏的可就是你，而不是他们呢。怎么吃亏的就是我呢？丝不是要发黄的吗？丝是要发黄，不过你漂白也费不了多少事嘛。可这洋人要是收不到丝，那他两手空空的回去，厂子就得关门。看谁的损失大。如果说他们要真是齐心协力的杀我的价，不要紧，我还有一招，死里存活的仙招。到底是什么仙招啊？你们到时候看。中堂大人，胡雪岩为左宗棠西征借贷洋债，从中渔利，事实俱在，毋庸置疑。奸商谋利，祸国殃民。回到京城即向太后禀报，要与左宗棠当庭对质，彻底查清胡雪岩欺君罔上、贪赃枉法的罪行。这次就该到胡雪岩了，该杀头就杀头，该坐牢的就坐牢。中堂大人，这个时候怎么还给胡雪岩的母亲亲手写收账呢？朝廷目前尚未调查，胡雪岩也并非戴罪之身。再说我的母亲去世，胡雪岩千里送来砚帖，来而不往非礼也。为人处事，这大面子还是要过得去的。我不仅要为他母亲祝寿，你们俩还要亲自赶到杭州登门拜寿。大人对胡雪岩还要如此仁义吗？记住了，此事万不可打草惊蛇。来，雪岩兄啊，白会长来了。白会长，胡老板，大驾光临。来，请。哎呀，今天白某人特地来拜访胡老板，也是为了解决本会一位会员的困难。请坐。所以来求助胡老板。哎呀，这话说的有点过了，同行有难，理应大力相助。对，说吧，什么事啊？会员中有一家公和缫丝厂，他们见到机器缫丝又快又好，利润又高，就不惜耗费巨资购买了上百部意大利的缫丝车，还聘请了意大利的技术顾问。机器缫丝是要比手工缫丝快出几十甚至上百倍，缫出来的丝呢又白又亮，运到国外很受洋商的欢迎。可是这个公和丝厂啊，由于经营不善，再加上厂里的那些个女工们，为了工钱常常闹事，这家厂才开了1年多，却连连亏损，现在简直是难以为继呀，所以急于转让。你的意思我明白了，白会长是想让我把这个厂子买下来？是啊，胡大财神如果能帮助同仁解围，实在是功莫大焉。白会长，不瞒你说，为了保护蚕农的利益，我过去是一直反对机器缫丝。哎呀，现在看来这机器缫丝的确是比人工缫丝好，既省工又省时啊。我看这件事情可以考虑。不知公和丝厂出价多少啊？据我所知，建厂买机器足足耗去了15万两，如今才开工1年多，公和愿以最低廉的价格出让15万两。白会长，不瞒你说，我最近的摊子铺得太大，手头也有些紧。如果这个价钱在8万左右的话，我倒是可以考虑。好吧，我去居中调停啊。要是对方愿意按这个价出售，胡老板，你可是占了个天大的便宜呀！大先生，这是左大帅派人送来的急信。
春啊，左大人找我有事，我得到江宁去一趟。白会长啊，公河场的事我就交给古应春了，有什么事你先跟他谈，我先告辞了。这。李鸿章他们背后捅刀子已经告到了朝廷，大有兴师问罪之事，我不得不喊你过来商量这件事啊。大人，照您的吩咐，我已经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写清楚了，请您过目。李鸿章啊，用心歹毒，不仅是在整你，也是在整我呀。大人说得对，这醉翁之意不在酒啊。雪，他们也知道你我是多年的至交，他们想把你置于死地，我岂能容忍？不过我也得说说你呀，一生精明，怎么会出现这样的纰漏呢？我明白。你放心，我会向朝廷据理力争。我已经和醇亲王打过招呼，压住不报。不过有件事情我还需要你办一下。大人请吩咐吧。现在我不但是私务，就连公务也要劳烦你。今年山东闹水灾，灾情严重，颗粒无收，我只好求助于你，替江宁藩库借20万两。大人放心吧，我一到上海立刻去办。好，我从来都知道跟你商量的事都是有求必应，最痛快不过。大人，您又过奖了。